真是太不好意思了。不过这酒是送的吧？当然。还好是送的。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房间有没有人？没有，马总。让开。马总，马总，哎！喂，你来真的？你别吓我啊！就那几口红酒不至于。就是。你们确定没加料？美男计。你说这美男计固然是可以的，但是你几个意思啊？你在怀疑我的颜值吗？那不信你去。我的实力我倒是相信了，但是这次你可能得帮我。为什么？你不是嫌弃我吗？你没有衬托，哪能凸显我的实力啊？嘿！马总，还笑你们？就这样。啊，就这样。还笑？你们知不知道，刚刚差点因为你们的鲁莽闯了大祸。老板大人，我们不已经是悬崖勒马、迷途知返、浪子回头了吗？这幸好是这样，要不然的话，把你们两个变成红酒，都补偿不了我们酒店的损失。是，可不是嘛！庆幸啊，我老大临时改变主意啊，改用美男计，不然的话，真的不仅仅是咱酒店的损失了。美男计，他应该算是权宜之计吧。当然了，权宜之计你也不懂，回头我给你科普科普啊。用不着。你们两个不管是什么计，都给我用在正确的地方，少在于天天那里惹麻烦。你们知不知道，肖先生刚刚才让我们有了见银行行长的机会，我每天为了准备材料已经要忙死了，所以我不希望酒店在这期间再给我出现任何问题，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还有，给我查一下那个刘斌。公关部刘总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是你老板啊。让他先走。刘斌每天固定要喝2杯黑咖啡，分别是早上9点和下午2点。每天必须要喝1500毫升的水，一周去2次健身房，去3次朋友聚会，可以说是生活十分有规律，无任何不良嗜好。直接给我结论。结论就是一位堪称完美好好先生。像？怎么不像了？对了，他还持有酒店股份，是你父亲讲明的。好像是因为他每次都能很好的化解酒店危机。你父亲称他是勤奋且称职的公关部领导。可能人不可貌相吧。这样吧，你再去帮我查一下，刘斌和于甜甜之间是不是曾经有过过节？为什么呀？因为你是我老板。孺子可教。冰雪聪明。请进。刘总。马总，我家里出点事儿，我想请假5天。很急吗？
有点着急。刘总，你也知道酒店现在的状况，您是公关部的，责任重大。当然，我也知道家里的事情也同样重要，所以呢，我希望您能够把手头上所有的工作交接好以后再离开。这，我相信，只要您交接得快的话，是可以很快请假的。那好，那我就尽快交接给我的助理。不用了，直接交接给夏雨行就行了。这样便于我随时能够知道酒店需要面临什么样的公关。毕竟您的助理不像您一样有经验，我不放心。啊，对了，酒店的合作商周宇好像马上就要入住我们酒店了，他的太太已经先行入住。不过，他好像对我们酒店有什么成见。你也知道，我们酒店现在是困境期，坚决不能再和任何合作商之间出现问题。您说的对，可是夏雨行呢？您放心，您不在的期间，我会全程把关的。好吧。看到了吧？现在知道为什么了吧？好像有点知道了，可是还是不知道。于甜甜预定的房间还有5天到期。哎，为什么我觉得你每次都能未卜先知啊？比如白眼女儿的血型，比如你说的，我冰雪聪明啊。哦，好，我知道了。行，就这么着。刘总，最近过得好吗？于小姐，我们好像不太熟吧？您似乎应该称呼我为周太太。周太太，您这是去几层啊？刘总，你怎么了？你都出汗了，很紧张啊？我紧张什么呀？是呀，您紧张什么呢？不急，还没轮到你。刘总，您不也下楼吗？雨贤啊，我呢是奉旨来给您交接工作的。好，来，这份，这是几份资料，好，还有这个，好，还有这份，好，还有这份，好，谢谢刘总。哎，没事。我能向您打听件事吗？啊，你说，就是您认识咱们酒店新来那个于甜甜吗？于甜甜啊，我不认识啊，怎么了？不会吧？听说她很多年前就是咱们酒店的前台，您不认识？那个于甜甜，那于甜甜是吧？我不认识啊。酒店咱们那么多人是吧？我估计人事部都认不全，更何况公关部呢？我不认识。也是，不过没事儿。我就是觉得这个人特别难缠，想跟你打听一下他的底细。好，这样，玉祥，你就坐我这儿看吧。啊，来，坐，去吧，别客气了。玉祥，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啊，你可以直接问小赵啊。好，哦。
夏雨姐，你这是为了爱情还是为了事业呢？竟然这么显神！哎，原来于甜甜曾经协助过刘冰解决过一次公关危机，对方是……好像知道什么了。刘大总监，你千防万防也防不住小爷我是个数字天才加过目不忘吧？白凯，这什么呀？那么多年前一个女员工自杀的资料还成绝密了，至于吗？没劲。不对啊，同样是危机公关资料，为什么这份就成了绝密文件？完了完了，我又给忘了，都怪这大海，每天给我安排那么多事情。得了，那是器重你，别往深爱了，照顾我一下。等着我啊！来，我们大家举杯。Cheers！Cheers！Cheers！我跟你们说呀，我老公啊，就是这点不好，总是乱花钱。我说了他不知道多少次了，根本就不听。你看这个包包，他非说很多女明星都拿，就要给我也买一个。其实我觉得这个风格不太适合我的，可是我要是不拿呀，他可要不高兴的。甜甜，你可真有福气，不像我老公，从来不会自己买东西，只知道把卡给我，让我去刷，敷衍透了。是呀，我也特别讨厌我老公，什么都懒得做，生活也没有规划，完全不能自理。哎呀，甜甜，这么好的老公，你是上哪儿捡到的呀？我和我老公啊，就是旅游的时候在这家酒店认识的。你们呐，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。哎，甜甜，听说你老公经常带你去旅游，前段时间你们又去北欧了。是呀，他特别喜欢给我拍照，我都烦死了。哎，那个谁啊，你过来一下。哦，于小姐，把这个拿走放一下。好。这里啊，都是我们这次旅行拍的照片，反正也是闲聊，就放给大家看看吧。好啊。夏哥，于小姐酒我还没找到，你现在马上去找一模一样的，算我的。这个，快去啊！现在是我们酒店非常时期，不能得罪那位神。快去！哎，好。哎呀，甜甜，这个女孩长得好像你啊！哎，不是，真的像啊！是的呀，是的，是他。住口！你果然不安好心。长得好像啊，你看呀，一模一样。我也觉得就是他。刘总，看来您的假期只能无限期推迟再休了。于甜甜投诉，并且她的先生周宇今天中午就会到酒店。这次的危机公关非常的重要，如果供应商出现了问题，那么我们争取银行贷款的前期准备就全都白费了。马总，
这我家里真的出了很着急的事儿啊。酒店的事情同样也很着急。赵总，您的经验丰富，市场部这边协助公关部解决一下这件事情，而且我们酒店的业绩也要准备做上去。所以这段时间麻烦赵总也辛苦一下。马总，我认为这件事情是谁惹出来的，就应该由谁负责。作为公关部的总监，不是应该解决任何人惹出来的麻烦吗？所以这件事情，刘总的确应该负责。可是，之前您已经让刘总把工作交接给了夏雨晴，那么就意味着他将暂代这个位置。如果您要是因为他是您的心腹就袒护他，恐怕很难服众。夏雨晴只是了解目前工作的进度，并不是暂代。当然，这件事情他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所以夏雨晴，这件事情你和刘总一起解决。如果解决不了，你和刘总一起写好辞职信交给我。不是马总，你。马总，这件事真不是我干的，肯定是有人在陷害我。那个 U 盘是我亲手从于甜甜手里接过来的。你说于甜甜总不能自己害自己吧？不管是不是你，这件事情你都必须解决，无论是为了酒店还是为了你自己。你不是一直号称自己有多聪明吗？怎么了？这么点小伎俩就把你给难住了？不是你的错，是谁的错？我尊敬的马总，你这个理论简直流氓的我无法反驳。夏雨晴，我想可能都不需要2个月吧，现在才短短的2个星期都没到，看来这个赌啊，我赢定了。你，好，我算是明白了，我就是传说中的背锅侠。周先生你好，我们已经为你们这位新来的马总可真是个大忙人啊！我这个小小的供应商，他是不会放在眼里啊。周先生您误会了，我们马总现在在您太太。我太太，你们今儿肯定不会把我太太放在眼里。我确实没想到我太太会在这里受到欺负。周先生，我看您是误会了。以你们今儿现在的状况，我觉得是最适合收购。我作为供应商，应该早点做好准备，提前抽身。我太太呢？请跟我来。怎么样？咱赶紧找个地方投简历吧。这么严重？早知道他刁难我的时候，我就不跟他计较了。早就听说周宇是个宠妻狂魔，这真是简直是要把酒店给炸了。没想到于甜甜捡了这么一个宝贝，难以置信。甜甜，老公，哎呦，你来了，我给你准备了你最喜欢吃的水果。哎，好，就你最贴心了。甜甜在这儿受了欺负，马总，你信不信？我明天就可以让杰儿大换血。周先生，我们其实并没有。我想，我们和杰儿的合作需要慎重的考虑一下。我累了，你也累了吧？那咱们赶快休息。马总，我们需要休息一下。不行，我得去找刘冰谈谈。你等等，马总，你没看出来吗？周宇就是一个可以把于甜甜宠上天的人，要不然于甜甜也不会在酒店这么嚣张。我们要解决周宇，首先要解决于甜甜。我倒想知道，这个于甜甜到底想干什么。我当然知道要先解决于甜甜了。你放心吧，这件事情交给我。我夏雨欣都这么多年没有受过这种气了。他们2个人一定有问题。话是这么说没错，可是你觉得你这样去找他就能问出个答案吗？那也不能这么坐以待毙。
但是我们现在别但是了，苦海无涯，回头说。什么是你啊？明明就是周宇。姐，开车吗？开什么开啊？我还没吃完呢。人前不让吃饱，人后还不让吃饱，有没有人性啊？你吃，你吃，你吃。给马可爱拨个电话。给。我有手嘛。哦，好。过来点。可爱啊！你猜我在哪儿啊？我知道你已经到西双版纳了，我看了新闻。那么关心我啊？刘总，没少喝嘛？怎么了？是不是有什么难处？我知道，你早晚都会来找我。你说这一切，不就为了报复我吗？对吧？不错，还不算笨。刘总，你现在不能没有这份工作吧？就像当年的我，也不能没有这份工作一样。说什么呀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你听不懂，真是好笑。之前，所有被你欺负、利用又丢开的女人，她们选择带着你的秘密离开这里，而我却选择带着你的秘密回来了。你万万没想到吧？于甜甜，我就纳闷，我当初为什么要放过你？是啊，摘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。你不要以为在这儿有人罩着你，我就拿你没有办法。我知道那个人是谁，不过现在已经不重要，你知道吗？这些年，我为你可谓是煞费苦心啊。怎么样？股票跌得够多，够惨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可是我觉得还不够惨。你到底要怎么样才放过我？放心，牵扯到我老公的利益关系，我是不会拆穿你们的。不过，我会像你当年折磨我一样，来折磨你。你到底要怎么做？道歉啊！跪下来求我，就像我当年一样。让我跪下来求你，让我跟你道歉，
你妄想吧你！那咱们就走着瞧。没了这份工作，我就看看你拿什么拯救你赔惨了的股市呢？贱人，你就是个贱人！我发现你真是神了呀！干嘛，夏雨晴？对不起，我发现你简直是神了。我说你这脑子是不是被外星人入侵了？需要我带你去看看吗？夏雨晴啊，要是按照你这种说法的话，杨丽应该明天就会接到你的葬礼请柬。哼，葬礼要什么请柬？说的那么恐怖，你真的一点女人味都没有，你很难嫁出去了。你少跟我贫，什么事？你看啊，按这2个人的仇怨来讲，明天一定是一场血雨腥风。我们能做的呢，就是缩小作战范围。然后呢？于甜甜肯定是想搞一场大的，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。你一大早把我叫到刘斌办公室，不是为了请我喝杯咖啡吧？咱们俩的矛盾应该是可以解决得了的。再说了，我也不是背后使坏的小人，咱们俩有仇报仇，不要伤及无辜。这不，我给你找了个安全的地方。你知道的，我是不怕把事情闹大的。我虽然不知道内幕，但是以你现在的身份，不适合把事情闹大。更何况，周先生都还在酒店里。你以为我会怕吗？我是在为你着想。当事人随后就到。哎呀，谁来我办公室啊？哈，周太太。老总，你也在这儿。那个，那你们先忙，我还有点事，我先出去了。既然来了，就把话说清楚再走。你也不想在大堂里下跪吧？于甜甜，这是你们的私事，我们无权过问。不是马总，夏雨晴，我们真的不管？这是人家的私人恩怨，咱们为什么要管？既然是私事，偷听可不光彩。赵总，你这回有点操之过急了吧？把供应商的渠道切断，我认为现在是最好的时机。你那是想当然，一定要把眼光放长了。一个于甜甜和周能有多大能量啊？你更何况于甜甜她不是针对酒店。我希望这件事到此为止。那您的意思是，你要想让对方放肆，你自己得先沉住气，啊，等到最后那关键的一瞬，才有可能出其不意吧。好，我明白了。于甜甜，你闹够了没有？你要干什么啊？我求你了，行吗？我做错行吗？我求你放过我，行不行？你在说什么呀？我听不见。是我错了，我求你放过我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求你大人有大量，行吗？可是我不是什么大人，我是个女人。你到底要怎么样？不怎么样呀，只是没有得到我想要的快感而已，所以我反悔了。要不我们请个警察来做个笔录，来好好讲一讲当年那些被你被迫潜规则公关的经历呀。于甜甜，我告诉你，别欺人太甚啊！
欺人太甚，好好笑。没想到我于甜甜，有一天会被你刘斌说欺人太甚。于甜，你干嘛？你给谁打电话？于甜甜，你不是说偷听别人事不光彩吗？那你在这干嘛？我偷听了吗？我这是在帮他做见证。于甜甜，赵总，这不是赵总吗？没想到您还在这儿呢。周太太，您现在是飞上枝头变凤凰了，怎么就这么对待老同事的？那您问问刘斌，刘经理是怎么对待同事的？酒店内部的事情，我们酒店自然会处理，还请周太太高抬贵手。好吧，大家都在，那今天就当着大家的面把话说清楚。于甜甜，凡事点到为止。你不要忘了，当年你屡次偷窃酒店和客人的钱财，我是念在你要为你妈妈治病的份上没有报警。我必须要先弄清楚原因。如果刘斌真的做了有损酒店的事情，我不会让他留在酒店的。可是刘斌这么低声下气，一定有他的原因。所以，我必须要先找于甜甜谈一谈。周太太要走了。还留下来干什么？让你们在我酒里下药吗？没下药。算了，不用解释。我做酒店受气整客人的时候，大哥你还不知道在干什么呢。周太太，您能否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如果真的是我们酒店的责任，我一定会让刘斌走的。其实，他走不走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只是想想，我对JR是有感情的，毕竟当初我把他当作家一样。
马总，你别怪我没有提醒你，无论出于怎样的原因留下刘斌，都是养虎为患。所以我们才要知道发生了什么。事情到了今天这一步，我也不怕告诉你们当年的事情。刘总，刘总，我求求您，您别让我去，真的，您别让我去。坐。快点儿！怎么的？你还是那个什么呀？哎呦，那便宜周宇那个小子啊！你妈最近病的是不是很重啊？是的，刘总。是不能失去这份工作。不能，我不能没了这份工作。那你还不赶紧滚到周宇床上去啊！装什么白天鹅啊！刘总，我求你，我求求您，我求您别让我去行吗？好好想想你妈妈。啊！求求您，想想你工作。我做什么都可以，我求您，我求您别让我去，我求求您了，刘总。你还我女儿的命！保安，保安，这位女士，请你冷静一点。周宇，你还我女儿的命！还我女儿的命！没事吧？真的没事儿？真没事儿。刚刚那个是我前女友的妈妈，我前女友出轨被我发现，但是她又不愿意分手，闹自杀，现在还在医院躺着。我真的没事儿，如果刚刚你被扔被拍到了，就难看了。谢谢你了，不好意思。好了，我和刘斌的恩怨就是这样的。等我老公办完事情回来，我们就离开。恐怕这一次是我最后一次回 JR 了。周太太，我能否问您一句？您到底是看上了钱，还是看上了人啊？很多事情，包括爱情，就和这酒店一样，你永远不知道它对你意味了什么。像这样的事情，我一定不会让它再次在 JR 发生的。马总，你好可爱。马总，我不想打击你，但是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。马总，你知道吗？在这家酒店里，就是要有人不断被牺牲，也要有人踩着别人的尸体往上爬。不管你做到什么职位，你又是谁，都改变不了这样的生存法则。我明白，但是我也是女人，我只是希望能够尽我所能。马总，酒店的无奈可不仅仅只有这种事。你们知道吗？在 JR 一直有一个传闻，曾经有一名女员
这次这么坚定的让刘斌走，这就说明你一直没有原谅他，还有赵清风，是吧？叔叔您多想了，不是这样的。你不用否认，作为商人有心计是对的。叔叔的意思是在给刘斌求情吗？不，刘斌这次是太狼狈了，他的行为已经有损酒店形象，他必须走。谢谢叔叔理解。可是刘斌呢，这毕竟是个人行为，虽然当年赵总处理不当，留下了刘斌，但是……我明白的，这件事情跟赵总没什么关系。我本来是不过问酒店的是非的，不过这件事我要啰嗦两句。现在酒店呢正处于特殊时期，不适合有太大的人事变动，尤其是像赵总这样的酒店骨干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吧？我明白的，叔叔。而且这件事情真的要特别感谢您，是您帮我说服了周宇。我那只是走了个过场。我听说你约了银行行长吃饭。非常好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你。谢谢叔叔，这件事情我一定会尽力的。加油，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。我走了。我送送您。没时间想。新来见你可真不容易啊！这楼下的他们跟我讲，如果没有预约的话，就不让我上来。还好认识我的人有几个，刷点成功。珍珍，我来这里是为了管理酒店，不是来玩的。现在酒店情况不是特别好，我能不能麻烦你在泰国折腾我就算了，来中国了，稍微跟我保持一点点安全距离，可以吗？好啊。就我呢，大概就住在你隔壁的房间。不是陆珍珍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呀？离你近一点呀，这样你好保护我啊。这24小时的记者都盯着我拍，我很没有安全感的。好，陆珍珍，咱们言归正传，你住在这里可以，但咱们必须要约法3章。说来听听吧。第一，不准进入我房间；第二，上班期间不准跟我说话；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不许给我惹是生非、招惹麻烦，把记者给我引来，听到没有？这引来记者不好吗？据我了解，你现在这个酒店情况可不太好啊。这引来点记者，增加点曝光度，多好啊！我不需要用招黑来给我的酒店增加曝光度。好吧，还有吗？还有。我只是跟你客气一下啊。可是我不用跟你客气啊，过一段时间你要为我的酒店代言。什么？可爱，咱俩才多久没见啊？你现在怎么变成这么唯利是图的商人了？我可是你好姐妹啊，你怎么还能利用我呢？好姐妹？对，在你抢走我男朋友之前呢，我们确实是好姐妹。不过现在要说我们之间非得有什么关系的话，我觉得还必须得用利益来维持一下了吧？
不然的话，恐怕我是真的没有办法跟抢走闺蜜男朋友的人做朋友。怎么样，干不干？哟，你那么记仇啊？你好吧，好吧，你呢说了4个条件，我只有一个条件，公平吧？说。我现在还没想好呢。不过呢，你得让我开心点儿。你还记不记得我跟你说的那份神秘大礼啊？这我要高兴呢，我就给你看；要是我不高兴啊，我也不想要知道。你可别把话说得太绝了。我敢保证，我这份神秘大礼啊，大到让你无法拒绝。马总，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开房啊。不用叫也不用找了。你知道他去哪儿了？当然了，我的眼线都告诉我了。你的可爱呢，带着他的小可爱出去兜风了。不对啊，最新情报，你的可爱带着他的小可爱去 WM 酒店开房了。不可能！这有什么不可能的呀？这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难道你以为可爱会为你守身如玉啊？反正信不信由你。哎，不过我得警告你啊，你违约了。你是怎么答应我的呀？没有我的允许就不能随便来见可爱。要是还有下次的话，我就让你，不对，我就让可爱付出代价，看你还敢不敢挑战我。相传，那个房间发生过很多诡异的事情，住进去的每一个人都会被恶鬼驱逐。我听说有个女人死在里面，她会想方设法的让每一个住进去的人都会让她离开，因为她一直活在那里。所以那个房间至今为止都是禁止对外开放的。严丽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能跟你开玩笑吗？哎，苏可，明天晚上你是不是去那个楼层服务啊？别说，别害怕，别害怕啊！实在不行我陪你去啊。哎，你吓死我了你！
你明天晚上是不是也要陪我去啊？不是，这个不是绅士一点嘛，男人嘛总得绅士。你怎么没有对我绅士过？杨丽，今天这件事情没有一只 CL 见亮色，不香奈儿粉红邂逅，过不去。就别这么狠嘛，咱得攒钱结婚，攒钱生小孩，攒钱买奶粉呢。我也要攒我的青春折旧费，你不知道吗？每个女人都要攒自己的青春折旧费的，否则就只能被无情无耻的男人抛弃。不是这，口红、香水，你选一个。我和200块选一个。200块。选你吧。既然选我，就乖乖听话，我就等着收礼物了啊！轻一点。接着墙上，接着厕所。晚上好，先生，这是您的房卡，祝您入住愉快。谢谢。不要！太恶心了！喂，马总，你把这个离我远点！马总，你要真这么虐待我，你不如直接送我你就算了，太恶心，拿走。有道理啊！揍我这是，揍你！我的小胳膊。怎么了？就这么2下就不行了？马总，你要真想揍我，你干嘛非得来这个酒店？在咱们酒店也可以揍啊。这不是你常说的吗？知己知彼。再说了，我也要知道我助理是不是一个绣花枕头啊。马总，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家家啊，你得跟男生保持点安全距离，这是一点防范意识都没有。我保持了呀，喏。再说了，我这是信任你的表现。你好像是个有故事的人物。就算我有故事，咱俩也没到可以说故事的时候。切，真小气！故事谁没有啊？马总，你说你跟陆真真，你们俩是闺蜜？对不起，那个我不知道你男朋友是不是？陆真真，她曾经确实是我最好的闺蜜，可以说是我悲哀童年里唯一的朋友。天知道她对我有多重要，我真的愿意把我的一切都跟她分享。可是我没想到，她想要分享的却是我生命中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人，我的男朋友。马总，你别这样，我这个人最不会的就是哄女孩开心。那个你，这个时候我应该干嘛呀？要是杨丽在就好了。等等，孙茜给我总结的那些偶像剧里都是怎么做的来着？对了，摸头杀、额头杀、壁咚杀，什么来着？不管了，拼了！你干嘛？啊，不是，那个，你不要得寸进尺啊！马总，那个我不是故意的，你听我说，哎，不是马总，你听我说，马总，哎，马总，嗯。
夏雨晴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脑子里一天到晚想什么呢？赶紧把衣服给我穿起来。臭！在第一次遇见你，我还装得很聪明，虽然心灵有些感应，也放弃。忽然我变得担心，留下匆忙的脚印，半辈子孤独的旅行，却碰到你。不可思议。这事儿不是都已经解决了吗？怎么还是愁眉苦脸的？现在不是应该庆祝一下吗？问你个私人问题啊，你有没有那种特别舍不得又不得不放下的人了？放下并不代表着忘记，而且美好的回忆都是属于你的。反正啊，这人得往前看。是啊，人活着就要向前看。袁斌，没有了你的保护，你是不是也会希望看到更加勇敢、更加自信的我？周总，感谢您对我们家的支持和信任。马总不必谢我，要谢就谢我太太吧。你看你干嘛一直板着脸？你都给马总吓坏了。对，我太太一直让我跟你道歉，说那天我太没风度了。没关系，我们都能理解的。您是担心太太吗？对了，周先生，我能否和您太太单独聊两句？周太太，这次的事情十分感谢您，但是我也知道，即便是刘斌走了，也无法弥补之前对你造成的伤害。你怎么了？是我，夏雨晴，杨丽让我上来陪你玩。你干嘛这么紧张啊？有鬼，有鬼！杨丽说，她说这个房间
房间是有鬼的。你听他瞎说。哎，你的脚没事吧？能走吗？疼。来，我背你去休息室。走。不会吧，真吓成那样，脚还扭伤了？胆子特别小，自己一个人都不敢回去睡觉，非得在那什么休息室睡。我跟你说，他快成神经病了。胆子也太小了吧？这就你胆子大啊？人家是女孩子。你说说你啊，你没事在酒店散播这种东西干什么呀？什么叫做我散播？哥哥，你不会真以为我在编故事吧？怎么不是？我就以为你在编故事。你是来酒店待的时间短，咱酒店的老员工都知道这事儿。说的你跟在酒店待了几十年一样啊？我能一样吗？我可是挂王。我听小门童说，于甜甜走的时候，也跟马总说了这事儿。不信你问马总去。我说你能不能长点别的本事啊？这世界上哪有鬼啊？我呸呸呸呸！这话可不能乱说。你没看过所有的恐怖片里面，但凡说这些类似话的，最后都该死了。哎，别害怕嘛，我保护你啊！走，不跟你拼。哎，别真不稀奇啊，你自己注意点啊。